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透过幸福到万家再一次证明赵丽颖的实力，不跟风，靠实力出圈。幸福到万家有多少人在追的？有多少人是冲着赵丽颖去追的？赵丽颖真的是一个靠自己实力爆红的艺人，在这个娱乐圈都在跟风出剧的年代，她竟然想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把观众拉到新乡村题材中来。没想到的是，她做到了。别人是流行什么题材就接什么题材的剧拍，赵丽颖却是拍了什么题材，什么题材的热度就火了起来。作为一个热度的开荒者，谁才是最具实力的演员就不用我说了吧。题材再火也只是流量池，演员和剧本才是真真正正的王。回顾这些年的赵丽颖，你会发现她真的是多变的。从《陆贞传奇》开始，你会发现原来这么多年的热度题材都有赵丽颖的身影。花千骨应该是大多数人第一次喜欢上赵丽颖的时候了吧？这部剧是仙侠主题的师徒恋系列，最后那句白子画，我以神的名义诅咒你，今生今世，永生永世，不老不死，不伤不灭，至今还是印象深刻。楚乔传又是励志传奇古装剧，这部剧的方向又是新的方向，而且也是火得很。现在那些弹幕中还天天飘着的麻烦捞下雨文月就是出自这部剧的典故。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就又不一样了，是一部古偶家庭斗争的剧，没意外的又是火了。如今这部幸福到万家不出意外是已经火了，而且是火的那么常态化。说实话，小编第一次听到这部剧的名字的时候，真没想到竟然是一部藏名字的剧名，起初还以为是一部都市剧，没想到竟然是乡村剧。这上个月才火的古偶还没看够，赵丽颖竟然敢把新农村拿出来打，真的是大胆。但是赵丽颖还是再一次用实力为王，说明了没有火的题材，只有实力才能火的状态。赵丽颖真的是从来都不局限自己，一直在突破，演技也是越来越精湛了。原来的眼神和现在的眼神已经明显的看出了实力的味道了。赵丽颖真的是一个充满惊喜的演员，每一次都是那么的意外，又不意外的吸引着观众。最后希望幸福到万家除开赵丽颖的光环，幸福到万家刷新了国产剧的大女主模式。为了保护妹妹，农村女娃抡起板凳就给村支书儿子脑袋开瓢儿。为了保护自家大棚，她挺着大肚子也敢挡在推土机前。因为幸福到万家，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可谓对应了杨千嬅唱的那样，心口挂了一个勇字。而这个农村女娃的故事并不是爽文，随着剧情推进，何幸福的确升职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前台，并且帮助罗晋饰演的关涛拿下了大合同。从保洁员到前台，何幸福的升职过程并不容易，经历过人情捆绑，也被冷眼轻视。没有金手指开挂的农村女娃要蜕变，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迈。这也完全打破了当下外界对于大女主总是在各种眷顾里所向披靡的路线。何幸福的城市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与此同时，她与丈夫王庆来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认知的差距和处事方式的不同，让两人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与各种金手指加深，转身归来简简单单就能升级打怪的大女主戏码明显不同。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不论是一步一步的努力升职加薪，还是时时刻刻面对着的现实难题，真实的让看客们都感慨。但这也在默默诉说国产剧的大女主思路的确是更新了。不一样的大女主，何幸福嫁到了万家庄，于是就有了幸福到万家。曾经少不经事的赵丽颖，在人气爆棚后再次携手导演郑晓龙，这也是这部剧的由来。但郑晓龙并未给赵丽颖爽文，反而是看中了这个从农村长大的一线花旦身上质朴的一面。何幸福并不是对生活过多贪图的女性，没有父亲的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妹妹读大学而晚婚，认定了自己文化不高的她只想找个老实能干的男人，过平平稳稳的日子。
因此他对唐曾饰演的王庆来有了爱意，因为对方踏实。出嫁后，何幸福理所当然地将生活重心放在家中，悉心照顾家人，就连怀孕时也挺着大肚子做饭，并对此习以为常。但不同于以往农村女性的点在于，何幸福始终有着一股子韧劲，并坚守着自己的是非原则。当看到妹妹被闹婚受辱时，何幸福直接冲上去，拎起板凳砸向村支书的儿子万传家曹征士。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也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在法与情互相纠缠的乡村，何幸福的坚持是不近乎人情的，也因此他生下孩子后就被迫背井离乡。但在人生的不熟的城市里，他并没有丢失自己的勇敢和坚韧。初到城里，何幸福当起了早教中心的保洁员，但因为不适应城市生活，未经孩子家长同意就抱起了哭闹的小孩帮忙哄，后被家长嫌弃他身上又脏又有细菌，何幸福也因此被辞退。刚开始城市生活就遇到难题，好在何幸福遇到了律师关涛，在他的事务所中当起了保洁员，但他希望能有进步，哪怕薪水不涨，也开始努力学习如何做一个前台。从保洁到前台，何幸福凭借着自己打不倒的性格和脚踏实地的努力，一步步变得更好。而细细看，何幸福的每一步成长都是有铺垫的。成为律所的保洁员之后，他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带着一颗助人的心，积极为律所拉案源。为了升职，何幸福不断的读书学习，还跟着关律师去乡村说服村民们。虽然只是想要成为一名前台，但他也在很努力的做自己的职业规划。何幸福的每一步都与现实生活碰撞，他接受自己的平凡，但也渴望能把日子过得更加精彩。平凡人凭借着韧劲和勇敢对抗着生活的苦，把日子翻出花来，这或许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大女主。成长背后的磕磕绊绊，当然，何幸福这样的大女主进阶过程中也难免遇到各种磨难，但这些问题却真实地映射出了许多社会课题。一、法治意识和人情观念的碰撞。刚出场，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就与人情观念牢固的万家庄村民们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她成了村里的刺儿头。但其实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反派。何幸福生产时大出血的危急关头，万善堂放下旧怨，组织大家积极救人，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孩子百日宴时，村民们纷纷指责何幸福的申诉性行为，则是完全囿于人情社会，却忽略了事情的原委。何幸福在人情社会不断追求事情的对错和公平，他与村民们的所谓矛盾，不过是乡村环境中最常见的人情与法律的碰撞，重人情而不懂法，这是乡村最常见的问题。二、成长环境造就了他没有清晰的边界感。背井离乡后，一开始的何幸福也很难适应城市生活，尽管他是出于善意抱起陌生的孩子，但乡村的人情生活让他没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存在边界感的，于是在城市生活开始之初屡屡碰壁。包括最新的剧情中，面对提成金额的询问，何幸运直白地指出姐姐姐夫这样直白地询问别人的工资是不礼貌的，但何幸福却只是尴尬一笑，直言自己真不知道这个。这也侧面展示了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是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而他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也是他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越来越清晰，对于世界的认知越发全面的过程。三、打破内心的固化。不断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何幸福也在不断打破内心对生活的认识，一改往日的朴素。在城里被嫌弃穿着土气的何幸福拜托弟妹叫自己化妆穿衣，刚开始的时候她也十分不适应的嫌弃妆容过于浓艳，这其中是审美的碰撞。后来何幸福面对妹妹在家还穿职业装的调侃，直言我就是想当职业女性，这也是她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现。从最开始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装扮融入城市生活，
何幸福也逐渐明白了，转变自己要从学习、自信、懂礼貌开始。如果说何幸福刚开始想要擦掉口红是对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原生的抗拒的话，如今他落落大方地说出这些话，则不难看出他内心思想早已发生了转变。4. 婚姻里的认知不同步。何幸福努力地蜕变自己，但回过头却发现和枕边人的认知却早已不同。在何幸福眼中，化妆是对客户的礼貌，但在王庆来眼中却成了不正经。王庆来一心走后门攀关系，面对何幸福的成长总是拿出泼冷水的态度。何幸福庆幸于自己终于有了稳定的工作，并且可以出差学习知识，但在王庆来眼中，他却只是一个打扫卫生的。王庆来不断通过打压妻子来获取成就感，这也为两人后续矛盾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来说，面对事业的不顺利，王庆来不但没有像何幸福一样积极寻求出路，反而一边想要享受人情向上爬，一边却因得不到人情，立意在家中向弟弟、妻子发泄自己的怒火。因为自卑而自负，却并不只是自身问题，在固化认知里不断斡旋。准弟媳王亚妮就提醒何幸福，夫妻两人的差距越大，日子会越来越难过。没想到一语成谶。从乡村到城市，何幸福的每一步成长背后都反映了最真实的生活，有认知的不同，有处事方式的矛盾，夫妻两人的婚姻走向如何还未可知，但何幸福的确是在这些观念和生活的碰撞中逐步成长的。当然，并不是说乡村带来的就一定不是好的。王庆来一家人虽然有时候让人感到冒犯，但其实也有淳朴真挚。城市里也不一定是好的，比如韩律师对何幸运的骚扰，职场里也不缺猜忌重重。只是出生成长在乡村，何幸福在这些层层绊绊的束缚下，学会共处并不断拓展自己的认知，这样的成长和改变缓慢却十分真实。也正是有了这些经历的铺垫，才让何幸福从一众大女主形象中脱颖而出。真正的幸福是内在的提升。在《幸福到万家》里，贯穿的一条线索是何幸福如何寻找到幸福生活的过程。这个蜕变里有疼痛，也有撕裂，也迷惘，也有坚守。何幸福只是个例，它映射出的不仅有寻找幸福生活的勇气，也映射出从乡村城市之间的真实落差，需要不断进化认知，才能真的拉通城乡差距。在不断成长的内湖下，幸福到万家又融入了很多现有的矛盾，闹婚事件、征地补偿、冒名顶替、职场骚扰等，聚焦乡村法治意识落后的一面，也展露城市生活的迷失，让观众在关注女主角成长的同时产生了新的思考。不同于偶像剧中的工业糖精，女主总是开挂赢到底，最后得到王子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开心大结局。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凭借着自己的韧劲和勇敢，在一的鸡毛的生活中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而这个幸福的人生并不是所谓的物质丰盈，而是内心不断提升后获取的满足。从故事的走向来看，在城市经历了许多之后，何幸福最终还是回归乡村进行创业，带着万家庄一步步走向新农村之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何幸福的幸福并不拘泥于所处什么地方，而是自我内心的提升。纵使很多阻挠，也有不同程度的失去和撕裂，但内心坚强和笃定才能抵达真正的幸福。内心强大且有着自己坚定目标的女性，才是真正的大女主。这也颠覆了国产剧里现有的大女主模式。她不需要完美，也未必是公主，甚至都不算抢眼。可是她可以对着目标一步步迈进。